霜，你的根紧握这片土壤，追着浪，我的夜飘过万里边疆，遥相望，岸的尽头是地久天长。当相遇又别离，当相依又远去，我不曾忘记。剪影刀光，划破斑驳的天空，夺下的梦，破碎在风中，长风破浪，看千帆横渡桑田沧海，戎装红装飞扬，逆过冰雪难量，忘了有缘一场，唯愿你在身旁，不负春光，守残天边相恋，陪你天涯中间，看萤火落双肩，红尘无悔无憾。哦，打扮的不错。哎，等会儿见。不哭了啊！哎呀，怎么这样？乖乖，不哭了啊！这刚出生没几天的孩子，这怎么就会腹泻，还发热起红疹啊？难道是今日喜儿宴？刚才鲍主席见了宾客，招风受凉了。哎呀，快来人去请大夫！好了好了啊！是，弟子对不起。不哭了啊！就好了，不哭了，就来了啊！哎呀，这太急人了，这不哭了啊！哦，喂啊！哎呀，来了，夫人。哎，大夫，快来看一下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。大胆狂徒，竟敢趁喜儿宴府中宾客众多时潜入我府中劫走我的孙儿，公然还留下字条让我用虎符去换，还请主公息怒，来者不善，当小心应对。长治，你觉得到底会有什么人敢如此胆大妄为？镇西军刚从望州败北，离咱不过咫尺。崔家军的那位崔公子又亲率大军在左近，此刻这两家已然是对我们并州虎视眈眈的。镇西军丧家之犬，不足为虑。只是那位崔公子颇为棘手。现如今对方劫走了小郎君，又口口声声叫咱们把虎符放到城外的树林里，如若不然，他们会对小郎君不利呀。把假虎符送给他们。是。
你说还好我们住进来的时候，你扮作孕妇，否则这平白无故多出来一个婴儿，哭哭啼啼的，肯定会让人起疑心。哎呀，不对啊，应该是幸好你在山路上走不动路，我让你假扮孕妇。你说我是不是特别名见千里啊？皇孙殿下还真是草蛇灰线，伏笔千里呢。哼，怎么又哭了？皇孙殿下，又该换尿布了？为什么又是我？因为你是名见千里啊。哼！哎呀，真是怕了你了。来来来，不哭不哭啊！哦，不哭不哭啊！怎么拉这么多啊？主公，如何？主公，我已命人在树林严加把守，可是天都快黑了，却不见有人来拿虎符啊！没有人？是，在下恐主公担心，就先回来复命。主公，你说他们若拿不到虎符，会不会对小郎君不利呀？你可得好好长大，这样才不枉我们皇孙帮你洗了那么多尿布啊！走，放火去。一会儿可要注意啊，千万别烧到这间屋子。知道啦。走。走水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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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坏了，怕是敌人知道虎符是假的，来抢真的虎符了。快派人到南边院子多备水龙，以防火患。现虽已知道真虎符在哪，但是看那院中不知设下了多少弩箭和陷阱，不能硬闯。我们先回去想办法。走走。主公，主公，没想到有人故意放火，更没想到有人把小郎君又送回到屋子里。幸好火势扑灭了，小郎君算是安然无恙。这是双管齐下、调虎离山之计。他们就是想趁着火起，府中慌乱，劫走虎符。若是他们真的来抢虎符，便好了。放虎符的南院机关重重，没有1800人，是闯不进去的。虽已知道虎符所在，但是戒备如此森严，恐怕难以窃取啊。既然不能暗偷，那我们就来个智取。以我扮作镇西军的使者，前去与韩立周旋，如何？不行，我们镇西军刚从望州大败而退，韩立对我们肯定不会加以辞色。不如我们扮作崔家军的使者，去与那韩立说道，只言要借道建州，便许以好处。韩立为人贪婪，你们崔家军威望极盛，
他八成会答应。皇孙你还真是诚恳敦厚啊！只要韩立派人去取虎符去建州，到了那个时候，半道截杀亦或是以假换真，都能够拿到虎符。如果成功取得虎符，那镇西军和我崔家军各取一州，我要并州。不如我们做个约定吧。谁先抓到韩立，亦或是杀了韩立，并州就归谁；谁先拿到虎符，建州就归谁。如果我既抓到韩立，又拿到虎符呢？并州、建州都归你，我镇西军绝无二话，反之亦然。好，那若是建州跟并州都归了镇西军，建州素来为东去和北去的要道，来日我崔家军商请借道过境，镇西军不得拒绝。反之亦然。击掌为定。公子，陈醒传回信来，终于在并州城极为隐蔽之处，发现了何校尉留下的记号。好，甚好。桃子，你去并州城，和陈醒会合，一同接应校尉。这并州是韩立的根本之地，此人生性多疑。我如果带着大军缓缓而来，我怕他会对校尉不利。阿离，兄长，你怎么来了？阿离，你出征在外数月，这当兄长的哪能不挂怀呢？这不，伯父啊派我去西山办点事，我就想啊，这西山离你如此之近，我就索性带我的亲随啊直奔你而来。你我兄弟齐心，共同杀敌，也好让伯父知道，他这个侄子也能建功立业，不是？兄长，你这是违反军令啊！阿离，你放心，我已派人快马加鞭禀告伯父，我相信伯父一定会答应的。而且你想想看，我那几千号人马若独自回去，这路上万一有个闪失，可怎么办？既报与副帅，便扎营休整吧。这大军在此盘桓，不知你有何谋划呀？兄长，你既然是违背军令前来，就好好约束好自己的人马，不得议论军中任何事务。否则的话，就回副帅那里领受违令之罚吧。这个病秧子，敢跟我说话如此无礼！这个崔林，不过就是投了个好胎。我若是伯父的儿子，这整个崔家军早就由我统帅了。三郎息怒，那崔林自幼病弱，常年盐医吃药，八成活不长。到时候大将军膝下无子，这崔家军不还是您的？做小伏低这么多年，眼下局势动荡，我实在是等不及了。三郎难道是想？我之所以屈尊跟着崔林，便是要见机行事，一举将崔林还有那个何校尉一并拔除。两位是奉崔公子之命前来，想要为崔家军借道建州。是。还望韩公成全。好说，好说。不过京中孙大都督素来严令我守城，若我答允借道，恐怕孙都督会治罪于我呀。既然来向韩公借道，我们崔家自然也准备投桃报李。哦，并建二州，商贾云集，多往我们崔家所在平凉、卫阳贩卖绢匹。只要韩公答允借道，那么日后我们便不征收并建二州商人的捐税。光是这个税款，我想
韩公心里自然会明白其中的好处。两位远道而来，今日时辰已晚，不如在我府中用一杯薄酒歇息歇息。公子率军就在左近，我们不便久留，还得尽快回去向公子复命。好，二位且宽坐，待我等商议一下。你干什么呀？二高，你们镇西军打仗怎么这样古怪？天都快黑了，大家伙就在望州城外喂蚊子啊！查尔兄弟说了，不让咱们来，你非得要来。既然来了，一切听查尔兄弟的。可咱们到底来干什么？你说其中的一名使者是崔家军中的何校尉，也就是说是崔公子身边赫赫有名的锦囊女何氏。属下有一位良官，与崔家军素来有旧。适才我听闻崔家军派使者来此，便命他暗中查看，经确认，正是那锦囊女。难怪呢，我也正在琢磨这崔家军派来的2名使者，其中怎么会有一名是女娘乔装？原来是赫赫有名的锦囊女何氏啊！属下还听闻，此何氏女是崔公子的心腹之人，常常为他出谋划策。另一名使者，观之气度不凡，这般年纪有如此气度，我也正在心中猜疑。韩公如何行此大礼呢？崔公子微服而来，真正令韩某惶恐得很呐！既然韩公已经道破了公子的身份，那咱们便以诚相待吧。韩公坐拥并肩2州，果然是目光如炬。崔公子此次亲自而来，不管怎样，借道之事一定好商量，好商量。那便多谢韩公了。来人，在，赶快设宴，我当与崔公子痛饮3杯。好家伙，第一次打仗这么带劲啊！比劫富济贫带劲多了。是啊，就是当土匪哪有当官兵好玩啊？就是啊。振西，振西，我回来了！撤！兄弟们，兄弟们，随我一起夺回望州！夺回望州！
这舞蹈如何呀？自离故地，以陆兵歌风尘，久不见歌舞。此时此景，真当得起太平富贵四字。公子过誉了。崔公子折节下交，韩某感动得很呐。崔公子，且宽坐。后堂有些许小事，韩某去就回。韩公请。孙大都督遣贵使下降，又送来如此贵重的珍宝，韩某真是诚惶诚恐啊！大都督言道，韩公坐镇2州，直面镇西诸府逆贼，甚是辛苦，所以特命我从京都送来这些，皆都是大都督从内堂精心挑选的奇珍异宝，以馈韩公之功。哎呀，多谢大都督，韩某无功受禄，实在是感激涕零啊！哎，韩公过谦了。不知节下可有大都督的手书或军命啊？这个自然是有的。哦，其实大都督此番遣我来，一来是知我与韩公乃是旧识，走这一趟正好也叙个旧；二来呢，大都督也是忧心战场上剑士无情，担心韩公的安危。哦，所以特命我带来这12位金甲卫士。主我命卫士们要日夜须臾不离韩公左右，务必要守护韩公周全。哎呀，大都督如此周到，恩重如山呐！韩某真正感激涕零，无以回报，唯有亲率守军，与那镇西军等逆贼拼个粉身碎骨，方能报答大都督的恩义呀！大都督此举，正是想逼主公与两家为敌，不然也不会派什么12名金甲卫士来此，说是保护主公，实则是想胁迫韩公啊！哼！孙敬自封为大都督，灭了李氏全族，还给我送了一份所谓的盟约。哼！彼时我只不过想敷衍敷衍他罢了，没想到还蹬鼻子上脸。主公，崔家的人可还在燕厅里，这件事情万万不可让孙敬的使节知晓。崔家人倒可以好好利用利用。崔乙只有这么一个儿子，呵呵，没想到自己还送上门来了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公子，你醉了。我没醉，情形不对。公子，我扶您回去休息吧。崔公子醉了，扶公子去客房休息。公子且慢。崔公子，既来之则安之，
何必这么急着走呢？你们这待客之道，未免太过隆重些了吧？今日若留不下公子，我便交不了差，只好杀了这和氏女，向主公交代。行，我可以留下，但你必须放他走。请公子放心，像公子这样的贵宾留在我们并州做客，怕是崔家军上下都不会放心。自然要放这位何娘子回去，向崔将军好好分说分说，免得误会。公子快走，莫要理睬这无信小人。好，崔公子真是情深意重，爱惜美人呐！请公子放心，这里的门窗屋顶皆嵌有金刚，安全无虞，绝不容许有刺客来犯。牢房叫牢房，还说得那么好听。怎么，这遍地锦绣，它怎么就不是绮罗香了？且慢，多备些热水来。我们公子素性爱洁，我要侍奉公子沐浴。行，我马上命人送上香汤。再多备些后毡，以防我们公子在沐浴时透风受寒。若是我们家公子在你这并州城有半分不适，我崔家大军必定踏平你这并州。后毡，给你拿。可以沐浴了。好。屋顶有人，怎么办？哎，水温正好，不如我们一起洗吧。
等下。好了，现在可以说话了。笑什么？我笑，我们第一次见面，好像也跟现在差不多。是啊，你不知道那时候你有多凶，上来就要打架。胡说八道，明明是你先跟我动的手。胡说八道！你不抢我珠子，我动手干嘛？什么珠子？哦，就那个破袋子，我早扔了。怎么？难道皇孙此时此刻还想跟我动手啊？哎呀，说正事吧，你有什么打算呀？什么打算啊？当然是先想法子回趟崔家军，再来救公子你了。真的吗？你回到崔家军之后，还会来救公子我吗？嗯？你干嘛？看什么？皇孙此头颅可知无数城池，我怎么会舍得不回来救你呢？哼，你可真会说话，我好喜欢啊！太喜欢了。想不到这崔公子真是个怜香惜玉之人呢！啊，泡个澡还能洗出这种风情来。属下已经命人在那儿盯住了，只不过那何氏女着实是个机敏之人，她不仅用后毡遮住了门窗，还用后雾把地板内的窃听用的铜管给堵住了，怕是咱们的人呐，听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。无妨无妨。想不到这个崔公子居然还有闲情逸致、鸳鸯戏水，说明他果然不是寻常之人。崔虽只有这一子，却可第10子，有趣，有趣。干嘛？我想问你一句话。问什么呀？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名字。你不是知道我姓何吗？你们家公子平时怎么叫你啊？你问这个做什么呀？我当然是怕在韩丽面前露馅啊，我总不能叫你何氏女吧？你不愿意说，我就随便给你取一个。你能给我取什么好名字啊？以你的德行，肯定是要给我起什么阿猫阿狗的破名字。你还别说，你挺像阿猫的。你叫我阿锦吧。哼，又想拿假名字来糊弄我，我才不叫。不如我帮你取一个，叫阿道，或者阿珍也行。为什么是阿道啊？或者阿珍？自己猜哦。阿道，阿珍。你是不是在笑话我啊？2次假扮有孕的娘子，1次肚子里面塞着稻草，1次塞着枕头。我哪敢啊！那我的身世来历你都知道得一清二楚，我不过问你的名字而已，你都不肯说。我担心韩立起杀心，要是我被杀了，连你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，那岂不是很可惜？哼，好凶！我叫阿莹。
是我阿娘给我取的乳名。阿英，阿英，这名字真好听。去那边看看。哎，请等一下。放紧啊！这儿还有，来。大哥，看，兵器收起来啊！兄弟们，新兵器怎么样？没受伤吧？没事。给他。哎，小裴将军，有个事俺不明白，能不能请教你？嗨，客气，说。哎，怎么稀里糊涂，镇西军就从望州撤出来？怎么又稀里糊涂，俺们又跟着小裴将军你一块又打回望州了？哼，这事儿啊，我和石七郎他商量过，如果说是敌人势大，那咱们就不能死守望州了，只有佯装撤退，然后在望州城中埋下暗桩，之后在他们的军粮还有饮水中投毒，然后传播消息，动摇军心，伤其根本，最后咱们再里应外合，重新夺回望州。原来是这样，自然是兵不厌诈了，有道理，是不是长耳？嗯，那走进城。好，走。云长将军那边一直无消息传来，不知现下他和太孙如何？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。去看看江氏吧。太子妃，今时并非往日，还是不要再如此称呼了。是，萧妃娘娘。这几日身子如何？妾觉得还好，只是日夜担忧。不要忧心，我今日来就是要告诉你，我已经想到法子了，不过还要等些日子，才能悄悄送你出宫。娘娘大恩，妾没齿难忘。快起来！你腹中怀的是太子的骨血，我自然要想法子保你周全。娘娘，此处不宜久留。我走了，有何事，你知道怎么找慎娘。是。公子，公子，桃子回来了。公子，可是有校尉的消息？是我和陈省发现了校尉最新留下的记号，他进了韩立府。韩立府？校尉进韩立府必是有所谋。我也试过要潜入其中，可是守卫森严，我怕打草惊蛇，就退了出来。我先回来报信，陈省留在并州城等待接应校尉。另外密报得知，孙敬遣来的使节也到了并州，据说是给韩立送赏赐来的，带来2大箱东西，还有12个金甲卫士。韩立这个奸猾小人，一直都试图左右逢源，各方都不得罪。桃子，你拿着信旗乔装进城，把这个信旗交给陈省，让陈省以崔家军使节的名义，好好见见韩立。切记，一定要见机行事，最好能够利用上孙敬派来的使节，
若是韩立敢硬扣之人，那就要问问他，看看我们的大军答应不答应。这是今日新摘的话。主公说公子是个雅人，亦应衣食起居，切莫怠慢公子。这特意命我送上这些花来，供公子赏玩。多谢，真是用心了。不过你们家主公为何言而无信呢？当时明明说，如果我束手就擒的话，便放了他，为何不信守承诺？公子您这样说，可就错怪我们家主公了。我们家主公说了，公子您身娇体贵，再说我们这府上的下人都是些粗人，笨手笨脚，怕怠慢公子。这位何娘子是公子身边贴心贴意之人，留她在这儿，自然便能侍候好公子。哼，你可真会说话。公子请便，在下就不打扰了。哎，不许动！你还挺悠哉啊。反正被困在这儿，闲着也是闲着。跟我来一局怎么样？好啊，那得有彩头才好玩。彩头？那这样吧，如果我赢了，你就把你头上的发簪给我，当抵我的珠子。那你要是输了呢？输了你就少分我一半粮食。谁说过要给你粮啊？如果忘了流年萤火，等回忆碎了沉默。若在你心上的斑驳，那牵扯是我难舍。如果思念不曾遗落，却念着回到最初一刻，宿命曾有过的温热，多想为你留着。如果爱记得我们曾承诺过，从此爱上我也要为你活着，沿着记忆的轮廓，等待是我的执着。如果爱记得为你说的承诺，颠覆了因果，我会为你爱着，心也为了你歌声，一直等着你回应我。如果爱记得为你说的承诺，颠覆了因果，我会为你爱着，心也为了你割舍，一直等着你回应我。